我外出散心时，遇到个卖身葬父的少年，竟被少年这副清冷又可怜的模样狠狠惊艳。我突然明白了，夫君为什么总会偏袒他那柔弱外室。你葬父的钱我来给，收拾好，跟我回京，别冻坏了。谢夫人，大恩大德，我必当报答。一路将少年带回京城，安置在僻静别院。此后风雪未停，隔三差五就去看他。夫人冒雪前来，天寒路滑，您当心，这点心还热，您尝尝。尚可，读书没偷懒。不曾懈怠，若无夫人，我早已破尸荒野。终是有一天，他忍不住问我：夫人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是可怜我，还是另有缘由？我不可怜你，我只是懂了，柔弱才是最好的武器。夫人，我不懂。你不必懂。夫人，您对我的大恩，我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，侍奉您左右，护您一世安稳。我替在江晏殊挑选生辰礼时，意外碰见了夫君温实安和他那外室。随便看，看中什么，本姑娘给你买。小财迷今天竟然这么大方，可你的钱还不都是我给你的？你的人都是我的了，还计较这点钱？我给你买是想让你记着我的好，我怕你见到那个老钱婆就把我给忘了。给我记好了，去了就睡书房，不准跟那老夫同床，不然我就不理你了。知道了，怎么就招惹了你这个小粗太子？这几年我是怎么对他的，你难道不知道？那老妇便是脱光衣服自荐枕席，我也只会觉得恶心。看着那曾经温柔还我娘子的男人，一口一个老妇的叫着，心里竟然半点悲痛也没了。若我没记错的话，温实安还要长我3岁。我是老妇，那他是什么？就在我打算悄无声息的离开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虽是问话，可话语里的质问和防备却在表明他怀疑我是跟踪他们来的。毕竟跟踪这种事，以前我也不是没做过。姐姐怎么也在这里？不会是跟着我们来的吧？看来这两人是想到一处去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不想跟他们发生争执，于是跟掌柜付了钱，让他帮我把选的砚台包装好。慢着，这玩意儿不错，我要了。姐姐，不如把东西送给我吧。掌柜的，快些帮我装好。姐姐，别白费功夫了。温实安现在看都不看你一眼，你还妄想着给他买生辰礼物让他回心转意呢。他不仅不会收，还会把你送的东西丢掉。不如给我，我拿着它还能博实安一笑。今晚一个东西而已，今晚要就给了，至于闹成这样吗？又是跟踪又是打人的，堂堂侯府夫人跟个泼妇一样。打人？听到温实安的谴责，我的白眼都快翻上天。老掉牙的戏码，这男人竟然还真相信。不错，还挺重。温实安，拿镜子好好照照你那张脸。不知羞耻的老东西也值得我跟踪？我数到3，再不让开，我不介意让你体会下我真打人是什么样的。怂包！李寒鸦，山珍海味吃多了，真当自己是千金小姐了。你今天去城西做什么了？没做什么，就是去见了个朋友。朋友？门一打开就扑进你怀里的那种朋友吗？你跟踪我？若不是看你这阵子总是不对劲，时常走神，我怎么会跟过去？
又怎么会知道那个躲在城西小院里跟你私会的人竟然是清婉？不是李汉呀！既然你都看见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辩解。你发现了也好，省得我终日良心不安。良心不安？你还知道良心？当初你奉命出京，说他父母逃难时把他卖给了人牙子，他接令逃脱，饿晕在你的马车前。你见他可怜，把他带回府，还给他起名叫清婉。他在府里待了半年，借口说遇到了青梅竹马的哥哥要走，亏我那时还替他担心，怕他碰上坏人。原来那个青梅竹马竟然是你！清婉娇俏灵动，我对她动了心，这本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事。若你不喜欢，我就将她养在外面便是。养在外面？温实啊，你怎么对不起我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算什么？你若是敢留着他，我不如今天就死在你面前。行了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谈什么感情？宋令仪，你是侯府当家主母，别像个疯子一样。东走麻利些，把架上的物件和我的衣物用品全部搬去书房。自从事情摊开后，你去找清婉倒是越发光明正大了，3天一次，2天一次，到如今索素连家都不回，偶尔回来一趟也要搬去书房住，连句话都吝啬同我讲了吗？清婉爱吃醋，不愿我跟你同住，我要哄着她些。哄着她？温实安，我们青梅竹马的情分，到头来就换来你这么个结果，这话听着真叫人像吞了只苍蝇般恶心。随你怎么想吧。此后数月，温实安再未踏入后院一步。夫人，您说说话吧，别成日里只知道流泪了。侯爷他已经很久没回后院了，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还是没办法接受，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？我父母早逝，连个能回去倾诉的娘家人都没有，如今也就只能一个人死守着这座空荡荡的侯府罢了。夫人，江南的姨母来信了，姨母说想邀您去南边游玩散散心。半年后，江南。当初你刚来江南时，成日里沉默寡言的那副模样，可真把姨母心疼坏了。多亏了姨母当初那一封信，在这南边待了半年，吹了半年的江南风，那些陈疴旧疾，我现在算是完完全全的恢复了。你留在外头守着，机灵些。是，夫人。好几天不见，夫人可是在忙夫君生辰？姐姐，别忘了，我的生辰也快了。你这长势当真吓人，明明1年半前初见时还是个清瘦单薄的少女，如今竟蹿得比我高出一个头了，看着还是清瘦，身形却这般挺拔，任而有劲。姐姐，看着我，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脸红的话吗？我只是突然明白了，难怪温实安总是喜欢跟清婉待在一处，连家都不愿回。原来这温柔乡的美好，如今也是被我真真切切的享受到了。我这不是想着你在学院读书，怕误了你的正事，才忍着没来看你吗？今天出门就是专程为你挑选贺礼的。姐姐对阿言这般好，可我如今身无长物，却没有什么可以回报夫人的。你脑子聪明，不读书着实可惜。你只管好好读书，日后考取功名，便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了。至于钱财，你更不必觉得有负担。温实安在外为官，这侯府上下的产业都是我在打理。平远侯府有多少资产，我心里一清二楚。更何况我出嫁时，父母也给我添了丰厚的嫁妆。他温实安能为了那个清婉大手大脚的花钱，凭什么我就不能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有了温实安那么个白眼狼的前车之鉴，我如今倒真是没有什么要求你必须回报的想法。我现在啊，纯粹就是花钱买个开心罢了。不过，若是你真想回报，那用其他的方法。温实安的生辰快到了，往年为了脸面，总要请些好友上司来家中小聚，与他装一装恩爱夫妻，
即便如今有了清婉，这习惯也从未断过，惹得清婉这几日常常闹脾气。出去采买东西了？今年我的生辰宴你打算怎么过？这厮自以为是的可笑。自打知道他跟清婉的破事后，这种宴请杂事他早就全都扔给管家去办了。你不是去采买宴会用品的，那你出去做什么了？宋灵仪，你作为当家主母，不好好在府里待着，成日里出去晃悠，成何体统？以往走到这里，温时安为了避开他，都会拐过弯去书房，绝不肯踏进主院一步。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我出去与你何干？你带着外室整天招摇过市，我还不能出去走走？这一次，身后的温时安却一反常态，并没有在岔路口拐向书房。你发什么疯？温时安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脖子上是什么？我懒得回应他莫名的发疯，想着甩开胳膊，可温时安力道很大，你捏疼我了。脖子上的印哪儿来的？印不好，昨晚闹得有些过，大概是江晏书留下的。我下意识的心慌，然而也只是慌了那么一瞬间。与你何干？温时安，别忘了你那外室的嘱托，他可是再三严明，不准你多看我一眼呢。再拦着我，我可要去请他来管管你了。宋灵仪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养男人？关你屁事！次日，温时安早早便去上了朝。我闲来无事，去自己名下的铺子转了一圈。待到回府时，刚走进大门，便看见外面站着一个年轻的丫鬟，正是外室清婉的贴身侍女。我们小姐让我送个东西给你。我们小姐说了，宋姑娘您成日里独守空房，连夫君的面都见不到，怪可怜的。所以她特意把侯爷的贴身物质送给您，好让您疏解相思之苦。小姐还说了，侯爷每同房后，都会拿这方帕子为他擦拭身体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这老贫婆，敢动我一下，我就回去告诉小姐。到时候小姐为我出头，非让侯爷把你们赶出去不可。狗仗人势的东西！她清婉算哪门子小姐？不过是伺候了老男人几天，花了他几个钱，还真把自己当成夫人了。滚回去警告他，给我安分点，不然我不介意亲自去掀了他的银窝。你今天去清婉那儿闹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他不会影响你侯夫人的位置，你就不能大度点让让他？看我做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。我是在感慨，难怪当初你们侯府会没落。就你这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的猪脑，要是没有我爹的扶持，你也迟早玩完。你殿试时是提前买题了吧？好好看看这脏东西是什么。没认出来，要不你闻闻，看看上面有没有清婉身上香香的味道。毕竟你昨晚刚拿它给清婉擦过，不是吗？你那小娇娇让丫鬟来找我，
说我成日里独守空房，所以把这玩意儿送过来，让我顶物思人。我要休息了，侯爷请自便。宋灵仪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侯爷相公吗？没有。我来跟你一起用早膳，再搬个椅子过来。宋灵仪，还是陪你的清婉去用早膳吧，我可不想让他那帮脏手来碰我的碗筷。昨天的事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你们一个个眼睛都瞎了！看来是我平日里对你们太宽容，让你们忘了真正的主子是谁。把田总管给我叫来！怎么是你？田禄呢？田总管前些日子病了，夫人便把我从厨房里调出来，顶了他的位置。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你今天去看看，身体恢复的话，还是让他回来吧。侯爷不知道吗？田总管年纪大了，2个月前就回老家去了。田总管从老侯爷那一辈起就在府里做事了，可以说是看着温世安长大的。温世安对他很信任，府里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给他去办。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不是不让我若无去打扰清婉吗？这才发现房间里的丫鬟全是生面孔，就连昨晚对他不敬的嬷嬷也是他从来没见过的。之前伺候你的丫鬟呢？你是说翡翠跟兰心？翡翠年纪大了，我替她寻了门好亲事，放出府了。至于兰心，她偷窃府里名贵首饰，被我送到官府，现在大概在流放的路上了吧。宋令仪，你现在还真有几分高门主母的仪态了。夫人，前2日孙家那边传来消息，翡翠她遭了她那丈夫的毒手，人已经没了。知道了，你私下里去给翡翠的家人拨一笔钱，连呼吸教他们去官府击鼓鸣冤，把事情闹大，就说侯府会出面给他们撑腰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翡翠，你在天之灵，可千万别恨我。你要恨，就恨你自己瞎了眼，盲了心，当年选错了主子。你呀，性子总是这么软弱，被人欺负了都不知道还手。以后若是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被人欺负了可怎么办？唉，看来还是得早些把你娶回家供着，有我护着你，别人也就欺负不到你了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灵仪，你别误会，清婉只是心疼我这个做兄长的成日操劳，才想着给我按一按，舒缓些疲乏。兄长，她不过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孤女，何时成了侯府里娇生惯养的小姐了？到底是我们平日里太纵着她了，连规矩都忘了。过几日还是让她跟着翡翠他们学做些下人的分内事吧。夫人，您看这屋外头的日头多好，您在想什么这般出神？我在想当年清婉出府的事，你可还记得书房那一夜之后，当时温时安被我撞破，半个字都没敢多做声。结果没过几天，府上便那么凑巧的来了一个自称是清婉表哥的人，奴婢自然记得。那清婉当时连行囊都没怎么收拾，十分痛快的就答应跟人家回去了。奴婢当时心里还纳闷儿，他平日里那么贪图富贵的一个人，怎么走得这般急策？是啊，走得那么急，我当时竟天真的没有多想，真信了那番寻亲的说辞，就这么痛痛快快的放他走了。夫人的意思是，当年那个表哥的身份有蹊跷？
现在想来，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表哥？那个所谓的表哥，必定是温时安为了名正言顺的掩护他出府，专门花钱找人来假扮的。自从在别院撞脱了你们那不堪的场面，我只顾着同你争吵，却连去找他算账的勇气都没有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太过懦弱，有气只敢撒在身边人身上。可他今晚呢？他见我好欺负，竟趁着你不在时，明目张胆地踏进侯府来挑衅我，拿各种恶毒的话来刺我的心。够了！清婉只是性子骄纵的些，怎么可能做这种恶毒的事？宋灵仪，我看你简直是得了失心疯，故意想给清婉泼脏水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田禄，你来告诉他，今日清婉到底有没有进过这主院的大门？回侯爷，夫人，小的在府里尽心尽力做了几十年的事，怎么敢说谎？小的今日确实没看见清婉姑娘进门。翡翠、兰心，你们是我的贴身丫鬟，你们日日跟着我，你们总看到了吧？奴婢们也没看到清婉姑娘，莫不是夫人白日里做梦演着了？好啊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、欺我！谁输谁赢啊？温时安，谁又真的在？你们非要逼死我才甘心是不是？反正都伤了。宋灵仪，你以为用这些一哭二闹三寻死的撒泼手段，就能留得住我的心？有本事，你今天就死在这儿！像我这般爱你，就该学会放弃。让自己卑微到不离，可是爱已成两人的。姐姐伤得这般重，妹妹真是心疼。时安昨夜里累着了，现下还在别院睡着呢，所以今日只能我一个人来看姐姐了。这口纸就送给姐姐吧。时安总是说这个颜色最衬我的肤色，昨夜里他缠得紧，非说我涂着好看，生生将我唇上的口脂全都弄花了去。姐姐怎么不说话呀？如果没有下人允许，她一个外室怎么可能大摇大摆地进出侯府大门？谁又真的在乎那？后来我去江南散心，姨母管理后宅多年，一眼看出我身边的丫鬟跟我不同心。在江南那半年，我跟着姨母学了很多。离开江南时，我本打算回来就和离的。温时安有爵位在身，你一旦和离，侯夫人的名头可就要落到清婉头上了。再者，他温时安也是靠着你娘家的助力，才从一堆庶子中脱颖而出，拿到世子的位置。好好当你的侯夫人，夫君不在又如何？只要整个侯府在你掌控之中便可。我将姨母的话放在心里回味好几遍，发现她说的也不无道理。我记着她的话。回京第一件事就是收买人在田总管的采买马车上做手脚，弄断他的腿，趁他养伤时把府里的经济大权紧紧握在手中。后来特意为翡翠精心挑选了一户人家，翡翠签了死契，不能离开侯府。出嫁那天，她跪在地上哭得肝肠寸断，只求我不要把她嫁给那个无赖。翡翠，这么多年我待你不薄，给你那弟弟托关系送到顶尖书院读书，可你却联合清婉来欺负我，你叫我怎么不气呢？至于田总管，他是侯府的老人儿，我定然是要尊敬他的。我赏了他很多东西，在他不甘心的目光中，特意准他回乡养老。也亏得温时安一心跟清婉腻歪，
连府里下人被我大换血都不知道。温时安这几天跟苍蝇一样，每日3餐准时来我房里报道，看着让人心烦。哪怕是不给他吃的，他也能自顾自离去，下顿饭再来。小姐，已经好几次看到江书浩在侯府附近转悠了。后日就是我的生辰宴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他后来长了记性，自己带凳子过来。王总管细心周到，他办事你放心。以往都是你亲手为我准备的。你也说了那是以往，以往我还能为你上吊呢，现在还不是见了你就想反背？时过境迁，竟然也能拿曾经的不堪来自我调侃。今晚我在你房里留宿。那老妇便是脱光衣服自荐枕席，我也只会觉得恶心。我模仿着那日在文宝轩他说话的语气，将他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。陈嬷嬷，去把侯爷用过的碗筷都扔了。侯爷，夫人，天色已晚。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才待了几个时辰就走，夫人莫不是还惦记着家里那个老男人？说话拈酸吃醋。明天是侯爷生辰，有客人要来，我不能不在。对了，你上次写的文章拿给我，明天交给太傅夫人。若是得了太傅青睐，对你也是有注意的。闻言，江晏殊眼底划过一抹欣喜，他送我出了院子，又拉着我不准上马车。宋令仪，他是谁？就是你看到的这样。所以上次你脖子上的印就是他。你们见我承认，温时安脸色青了白，白了绿。我听到温时安垂在身侧的拳头捏得嘎吱响。阿燕哥哥，阿燕哥哥，认识。夫人，我跟他不熟。我正准备上前护着江晏殊，却见他毫不犹豫地将拳头狠狠还了回去，两人就这么厮打在一起。你这老男人，有夫人这么好的妻子，竟在外面养外室，活该他讨厌你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靠着女人养的小白脸，也敢对我说三道四？我担心江晏殊吃亏，想要上前，又怕自己被拳头打到。老贱人，你怎么不去死？都已经成婚了，竟然还不要脸的勾引阿燕哥哥，你玷污了他！我跟江晏殊怎么样，与你何干？今晚别忘了你是温时安的外室。一口一个阿燕哥哥，你喜欢他？被我毫不留情的拆穿，青婉立马变得心虚。见青婉安静下来，我顿时觉得好笑。温时安把他护得跟眼珠子似的，没想到他心里居然还惦记着其他人。明日是你的生辰宴，若是再闹，我不介意明天当着你同僚的面帮你宣扬宣扬。回家。此话戳中了温时安的心。是我这个做夫君的不好，刘夫人你独守空房，才让你心思浮动，做了错事。今天我会好好尽一尽夫君的转分。怎么会这样？宋灵仪，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作践自己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别给我摆出这种恶心人的表情，倒显得好像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一样。
你温时安能养外室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养面生？是个女人！若是这丑事被人知道了，世人会怎么戳你的脊梁骨？是个女人！若是这丑事被人知道了，世人会怎么戳你的脊梁骨？打我、骂我、惩罚我都好，为何用自毁名节来报复我？报复你？温时安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当初我哭着质问你和清婉的破事时，你只会嫌我烦，说我一把年纪不该死守着情情爱爱。我当年心灰意冷、悬梁寻死的时候，你就在一旁冷眼看着，让我有本事就真的死在这儿。之后你便拂袖而去，连家都不回。那时候，府里的下人看碟下菜，对我冷嘲热讽。你那个好管家田禄，更是纵容外室登门羞辱我，事后还故意在你面前反咬一口，让你以为我在无理取闹。不过没关系，田禄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前几日早已被我派人秘密清算，处置在城外了。这辈子，他都休想再回侯府。你竟然……至于江晏殊，我不认为跟他在一起是伤害自己。他年轻体贴，知冷知热，比你这个虚伪至极的男人不知好了多少倍。够了，跟他断开，以后不许再见他。至于清婉，我会亲自送他离开京城，再也不让他碍你的眼。不断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不断。我累了，侯爷请回吧。我是你夫君，今晚我就睡在这儿。行啊，既然侯爷喜欢这间屋子，那让给你便是。我去城南的别院睡。宋灵仪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去书房，你就在这里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昨夜刚爆发过激烈的争吵，此刻在人前却宛若一对璧人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瞧瞧，石安老弟，这都成婚多少年了，怎么还跟个新婚的毛头小子一样，这般黏着夫人呢？让诸位见笑了，夫人操持内侍辛苦，我自然得多心疼些。令仪，今天早晨我起床时，在心里许了一个生辰愿望。我希望我们能回到以前那样的日子，就这么安安稳稳的一辈子走下去。温时安，现在的我听你说这些深情的话，除了觉得烦躁之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。以后我不会再去管你跟清婉之间的任何烂事，同样我的事你也少来插手。若是你不同意这般井水不犯河水，那便好聚好散，和离吧。我死也不会和离的。那我的生辰礼呢？那日你不是特意去文宝岗买了一方极好的砚台吗？那是给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别不说话。那方砚台，你从一开始就是买给新疆的那个小白脸的。夫人，夫人。侯爷在书房里喝多了，醉得厉害，嘴里一直念叨着您。您看，知道了，随他去吧，不用管他。夫人，您歇会儿吧。说来也怪，前2年侯爷一过完生辰宴，第2日便迫不及待的要去城外找那个外室。可是这回他倒像是中了邪一样，不仅赖在府里不走，还成天往我这屋里钻。我不搭理他，他就在一旁没话找话，偏要回忆什么以往没闹矛盾的日子。当真是扰得我烦不胜烦。令仪，你可还记得我们刚成婚那年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？侯爷先别忙着回忆了，看看这个吧。这是夫人送给我的吗？怎么，侯爷不认得了？这幅鸳鸯戏水图，据说是你当初握着清婉的手亲笔画的。至于下面压着的那些恶心东西，全都是你的好清婉为了向我这正妻示威，特意让人送进府里的。我以前嫌这些东西脏，本想一把火全烧了，
可是后来我又改变了主意，特意留了下来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侯爷总觉得清婉无家略可归，很是可怜，又觉得她虽然性子骄纵，爱耍些小脾气，不知侯爷是否还觉得你心尖上的这个人依旧是个明艳娇俏、单纯无辜的小丫头？来人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走，烧掉，给我立刻烧掉！夫人，侯爷自那日去了城西回来，便不知受了什么刺激，把自己死死关在房里，拼命灌酒，直到今日，都已经不知醉晕过去多少次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去城西别院，把清婉找来，就说侯爷抱恙，让他亲自来侯府榻前照顾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夫人今夜留在别院陪我可好？此刻清婉应该正在侯府尽心照顾烂醉如泥的温实安，宋灵仪倒也乐得清静。说起来，我倒忘了问你，那日清婉见着你，竟脱口叫你阿健哥哥，你同他是如何认识的？他是我老家的邻居，以前在乡下时，他总心心念念着想嫁给我，还经常不知延迟的偷偷翻墙进我的院子。后来我实在不堪其扰，便在长帆的墙角根处铺了厚厚一层牛粪。偏巧那晚动静大，被村里的人都看了去，丢尽了脸面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没脸来找过我了。原来如此。后来我们那儿遭了灾，全村人只能举家流亡。他为了活命，竟狠心卷走了他爹娘仅剩的全部家当，自己一个人偷偷跑了。我倒也没想到，有朝一日竟能在京城再碰上他。在后来逃荒的路上，我爹娘不幸染了重病，双双撒手人寰。可我当时身无分文，连买口薄棺安葬他们的钱钱都没有。他来干什么？邱夫人，快回去看看吧，侯爷正到处找你呢。找我？不是有清婉陪着他吗？侯爷醒来看到清婉姑娘发了好大的脾气，房间里的东西都被她砸光了。侯爷还说，如果今晚夫人不回家，他就吊死在府里。这话听着竟莫名耳熟，几年前我也曾说过。你要是敢去找清婉，我便吊死在府里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我随后到。是。这大晚上，温世安这么闹，也不怕下人传出去。你在这里乖乖待着，明日我再来找你。温世安正在撒酒坊，若是江晏殊跟着去了，谁知道会不会刺激到他。败家玩意儿！去哪儿了？去找那个小白脸了吧？我们为什么就成了这个样子？不是你先开始的吗？你先有了清婉，凭什么质问我这些？等我跟别人好上了，你又装作受伤的样子，就好像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一样。你喜欢清婉，却不愿意给她个名分，人前还跟我上演恩爱的戏码，既想有个好名声，又贪图其他女人的温情。温世安，比自私谁能比得过你？我不喜欢清婉，我只是觉得现在的日子太过寡淡无趣，你性子太温柔，可清婉她明艳活泼，我在她身上感受到从未感受到的活力。而你又天天跟我闹，所以我不愿回家。我以为爱的是清婉，可是当看到你对其他男人笑得那样真心，我才知道我从未放下过你。令仪，不要跟我和离好不好？我会把清婉送走，以后我们再像以前那样恩爱过日子。世安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怎么还没走？不是说过不要再来找我吗？你怎么对我这么狠心？我一个姑娘家，父母把我卖给人牙子，
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离了你我还能去哪儿？你当我蠢吗？我找人查过你的过去，什么发脉是你自己吃不了苦，偷了爹娘的家当偷偷逃走，又看我家世不一般，才故意演了一出苦难戏吗？还有那江晏殊，你又偷偷去找过他，撺掇他跟你私奔是不是？感情还有这种事？对，我是找过阿燕哥哥，他比你年轻，比你优秀，连宋令仪都知道选他。宋令英的夫君，别想得那么无辜。当初勾搭你，你没拒绝吧？趁他睡着，你偷来我房里，是我逼你来的吗？够了，闭嘴！你知道我这几年过得有多艰难吗？我每天都要做小伏低，哄你开心。还有你，宋令仪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出身比我好吗？自打我进府第一天就讨厌你，老天爷真是不公平，什么好的都塞给你。温世安爱着你，就连江晏殊也被你迷住，你那高高在上的样子真令人作呕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进府时，你根本就是想让我做你的丫鬟，凭什么？我偏不，我就要夺走你的一切。虽说我失败了，可是当初你可是真真切切为温世安自杀过，只要赢你一次，我就满足了。虽说我乐得看着二人狗咬狗，可若真在府里闹出麻烦，对我也会产生影响。对不起，令尹。那次听到你自缢，我真的很担心，我匆忙赶回家，准备跟你道歉。可你醒来后对我冷言冷语，我从来没被你这么对待过，一时间火气上手，才又离开的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别再说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不想听温世安的道歉，凭什么他想伤害就伤害，想后悔道个歉就完了？再说了，上吊的事过去这么久，怎么辩解都是他一句话的事，谁知道他那时的真实想法？你到底怎么样才肯原谅我？要不你也拿绳子勒我好了。温世安的话宛如惊雷，在我耳边炸开，好半晌都反应不过来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拿命威胁我没用，我没空陪你胡闹。夫人快醒醒，出大事了，侯爷他自缢了。温世安，你当真是个疯子，你当真是个疯子。到底挂了多久？快拿帖子去请大夫。夫人恕罪，侯爷伤尽根本，老朽实在无力回天。夫人，他是怕侯爷死在手里惹祸，不敢下针呢。拿我的牌子去宫里递消息，求魏太医过来。皇上特命咱家来问问，好端端的二品大员，怎突然寻了短见？劳公公跑一趟，侯爷向来重情，他在外安置了个外室，视若珍宝。这几日两人闹了别扭，侯爷受了情伤，一时想不开，才做了这等糊涂事。夫人，外头都传遍了，说侯爷是个为爱寻死的情种，他为了外室连命都不要，已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皇上听闻直呼荒唐，已下旨罢了侯爷官职。罢了官，卸了权，他温世安这条命算是让太医拉回来了，只可惜他这半辈子的前程和脸面，算是彻彻底底的死透了。这些首饰看着眼熟，似乎是我当年带进侯府的陪嫁。是又怎样？都是温世安送的。你这老女人真可怜，占着正妻之位，
却守不住丈夫的心。你可记得我院里的丫鬟兰心？我曾从她房里搜出失窃的首饰，报了官，她被判流放，前些日子死在半道上。你说，若我现在把你也送官，你会不会和她一样死在路上？你敢！世安知道了绝对不会饶了你。她如今自身难保，不过你若乖乖照我说的做，我倒可留你一条贱命。今晚按照我的要求住了下来，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照顾温时安。外面得知我在夫君昏迷时，特意将外侍接回家伺候夫君，纷纷赞扬我宽容贤惠，将晏殊成了太傅的门生。他读书用功，两人3、5日才得见上一面。半年后，温时安醒了。夫人，侯爷醒了，只是人变得极安静，成日看着帐顶，不怎么说话。两人同住一府，却如陌生人般互不理睬。夫人，大喜事！江晏殊参加殿试，被皇上钦点为探花郎了。夫人，侯爷那边听见了前院的动静，知道了探花郎的事。侯爷说他想见你一面。我过去时，他正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。太久不见，我才发现温时安瘦了很多，衣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。真是狠心，这些日子你硬是不来看我一次。忙，我回得简短。不过也的确是，温时安自缢的事闹得太大，到底对自家的产业打击不小。我整日忙着生意账本，根本分不出心思来看他。对不起，辛苦你了。我记得你前些年去江南休养，回来后整个人精神许多，所以我打算也出去走走，找个地方养病。我有些诧异，还以为这辈子我们都会像现在这样耗着了。什么时候动身？月末。那就没几天了。那你一路保重。今晚我会带走。今晚是你的外食，自然是要跟在你身边。真的是温时安走得静悄悄的，等我醒来时，他的院子已经空了，库房里的银票没动，屋子里的东西都还摆在原地，看来他没带什么钱。夫人，温公子随身只带了个小厮跟青碗。姐姐发了这么久的呆，是心里放不下您的前夫吗？滚回去！再来就打断你的腿。不过却像没骨头似的烂，分毫不动。这人的脸皮如今越发厚。高中探花，皇上赐了他不少金银，谁知他竟厚脸皮的将宅子选在了老侯府旁。我是在2年后再次听到有关温时安的消息的。跟着的小厮早已离他而去，如今就他一个人生活，也就这2年的光景了。我知道他那试探的小心思，敲敲他的额头，提醒他适可而止。那青婉呢？提到青婉，江晏殊顿了顿，我在他嘴里听到了个意想不到的结局。回乡第1天，温时安就将青婉送给了当地一位乡绅，她姿容秀丽，很是受宠了一段时间。在后院卧龙跟乡绅妻子斗得你死我活。温时安又花钱找到青婉的父母，他爹娘记恨女儿当年偷东西，隔三差五就去乡绅家找女儿要钱。时间久了，乡绅也烦，他不再去青婉的院子。主母见妾室失宠，开始想着法的折磨他。反正卖身契在主母手上，他也逃不掉。别再去想别人了。前些日子皇上又提起我的婚事，说要为我跟工部尚书家的小姐赐婚。林小姐端庄贤华，容色倾城，倒是可以考虑。姐姐，你别生气，
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没有生气，也是在认真为你考虑。我们相差8岁，江晏殊，你前途大好，没必要因为我坏了名声。我不怀疑江晏殊的心意，可是温世安当年娶我时也是真心。后来呢？世事无常，谁知道几年后又会是什么光景？我有诰命在身，又有这辈子花不完的钱，身边还有个贴心人。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，也实在不敢再把后半辈子托付给另一个男人。若是江晏殊真的想娶他人，我会断得干干净净。姐姐不用故意说这些话赶我走。来日方长，左右不过是几十年，我耗得起。晚上想吃些什么？